开始。好，今天为各位介绍这支 Chloe 对仙境花园系列的大马士革玫瑰。对，没错。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要把这个资料库建起来。对对，那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好不好？如果这个按赞数越多的话，那 YouTube 呢就会分析说，哦，这一个是大家喜欢的，它就会推播给更多人知道。对，哦，那我们就更有动力拍更多的影片。对，那香水就会多分享一下，更多人知道。对啊。好，那我们开始吧。好，大马士革玫瑰。好，这个最早我讲一下大马士革玫瑰的由来。其实这个品种最早是在伊朗这个区域要去研究一下。对，那后来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开始被栽种。那当时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把它传到了这么久之前，十字军东征14世纪的时候，对，那传到了保加利亚之后，因为那边的气候15到25度是非常适合栽种大马士革的。那大马士革玫瑰，那他们在保加利亚也称为大马士革玫瑰，这个系列，对不对？是，它是玫瑰精油萃取浓度最好的。所以这个只要叫做大马士革玫瑰的，都是厉害的玫瑰。而且真的蛮常听到是保加利亚大马士革玫瑰。对，那其实保加利亚种的也就是大马士革这个系列的品种，比较多。对。好，那是不是有让你又学了一课？有，谢谢老师。终于要开始做功课了，不然都傻在欧北玩共。就是我们在搜寻的时候会看到啦，有一些新的小知识，我们也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不断学习嘛。对。那我也会去那个植物的这个栽种的栽种园，然后去多了解一下。长什么样子？这样子，这样说的才言之有物嘛，对不对？对。那讲归讲，还是要实际喷，味道是怎么样？对，就一样是大马士革玫瑰，它可能在每一支呈现的感觉，其实也都不太一样。对，看调香师的功力啊。对，其实它可能是大马士革玫瑰，但它里面可能有弄一些很多其他的成分，就是它调出来是单纯的，你闻起来是单纯，但其实下了很多功夫在背后。对，听说你说这个系列几乎都是所有调香师他们在调他们小时候童年的记忆。对，童年记忆应该就是都是天真啊，然后没有烦恼的，然后就是很纯粹快乐的，纯粹的，对，纯粹。我觉得这个很贴切他们这个整个系列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它这整个闻起来都是就是柔柔的，不扰人的，然后很舒服的味道，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它几乎每一支都是，我不知道他们当初可能设定是要调他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还是什么。对，但是几乎很多支啊。对。烟雨茉莉啊，木兰诗雨啊，几乎很多支它都是调他小时候的味道，都是小时候味道。对，这支也是。那这个既然叫做玫瑰通常都是不能漏气的因为玫瑰几乎是每一个品牌它只要出玫瑰都是亚洲人的很爱。对，好不好？因为它是爱情的象征嘛，对不对？对，其实对啦，而且这支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多人喜欢，就已经没货了。对，但我们还是要给它拍下来，因为我们的名称叫做香水资料库嘛，对不对？对，不管有没有货，还是要给它资料就是要简单。对，但是它很容易缺货啦，因为它就是很少，然后大家又喜欢，但是我们还是先介绍给大家，之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现场还有这支，可以来闻闻看。这一次有带去见面会吗？有啊。这一支应该也有喷了不少这样子。对，接受度蛮好的。对啊。一般看到玫瑰应该都会想要闻一下这样子。好，赶快来试一下。他这边还没有。今天都还没喷。对。太好了，因为已经晕了2天。
对，礼拜六回来之后呢，就对，先暂时远离香水一下。对，连豪哥都坐在那边，他说我已经不行了，有点那种昏昏的这样子。从你最爱的到变成最不爱了，就是呈现一种就是有晕车的状态这样子，对。舒服啊！下过雨后的玫瑰花瓣呢？对，然后有一点玫瑰那种荔枝香气的玫瑰，这个其实蛮写真的。我觉得这个是粉红色的玫瑰，然后我可以看得见玫瑰上面的雨珠，好像是午后下午下了一场大雨，对，打在了玫瑰花瓣上，还有叶子上面。然后加上一些它的水汽，那雨停之后，散开来的味道，对，在我身上，它是目前闻到，我觉得就是很像那种新鲜的荔枝剥开，然后有一点绿感，然后再加点酸酸的、酸甜的感觉，在玫瑰花旁边这样子，这样子的感觉，我是没有觉得荔枝很鲜明了，我是没有闻到。那你说的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玫瑰花瓣酸酸的感觉，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有它那个酸甜感稍纵即逝，已经过去了。但酸还在，荔枝不在了。你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酸感越来越明显。酸感还在。但是那个我刚一开始闻到的甜感，我觉得没有了。很清透呢，就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宜人也迷人。对，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安全又可靠又舒服的一支玫瑰的香水。它。因为多半我们讲到玫瑰的时候，都会想要拿一轮玫瑰来跟它比较。是，对，那我觉得它没有一轮玫瑰这么样的爆炸。对，没有。它再下来一些，可是它让你的视觉色系就是粉红色跟绿色的，玫瑰花园。那你说它会弱吗？我觉得它也不弱。好，那只是没有这么的。爆炸感，对，没有那么就是那么多朵的感觉啦，对，大概有个这样子一束在你面前是一定有了，对不对？有，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叶子绿感，就是它应该有一些天竺葵的那一种绿感在里面，就是类似玫瑰香气的那种感觉，然后它有一些茎叶的绿感在里面。对，所以我会觉得它的味道闻起来是蛮新鲜的。是，对。那这个多半大马士革玫瑰都是种在这个古典庭院式的花园里面。对，我觉得现在的画面就非常像，你知道台北。我们中山北路上面有光点咖啡吗？光点咖啡，它这一座建筑其实还蛮有特色的。对，那外面也有一个小花园嘛。只是很可惜，它没有把它好好的弄好。没有种很多花这样。如果它我的想象就是，如果它前面种的都是现在喷上的这一支大马士革玫瑰的话，我觉得这边非常的更美。对，那个饮料可以。每一杯就多加一个100块这样。那个庭院布景也是非常重要，对不对？对啊，它那边真的还蛮漂亮的。是我最近在看 Netflix 的无预算美宅。无预算美宅对，它就是30分钟一片，那去讲它帮人家这个。改造，我现在看的是第3季的第1集跟第2集，它都是有故事有原因的。例如说，他们本来在巷口有一间房子，结果后来很快做决定要买到海边，就是它的风景就是看过去是海边，他帮他改造他的厨房，他拿掉了厨房中间的
通常美式的厨房是不是前面都有一个吧台嘛？对，他把那个吧台抽掉之后，哇，那个视野直接看过去就是就整个海边。但因为这个男主人他这个心脏有问题，不好，要开刀，差一点活不过来嘛。所以他们才想说，在他准备要开刀昏迷之前呢，他老婆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完成？”他说：“那个想要住到海边第一排的这个风景，就对了。”所以他们好了之后就立刻把它买下来。那重点就是什么？不要再等待了，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等待的，就是要赶快去做。所以他是好了之后把它买下来，是要进去手术之前就先把，他老婆就先去帮他完成这件事情。对。那不晓得他后来有啊，因为拍的时候就是已经 OK 了。对，我觉得他每一篇都有一些这个故事背后的还不错。那为什么会讲到？刚刚没拍垮啊，那我来去讲到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无预算美宅，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非常的优美了，就觉得说台湾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也很想去搞一块这种非常漂亮的房子，这样，而且都是独栋独院的这种。哇，对。那光点咖啡它就有一点独栋独院，对啊，而且在这样的区块，这样是非常难得，闹中取静，很难得，就很像这一瓶，你看也是白色系的，对不对？然后也是就很适合在那样的气氛下，对，独栋独院，然后自己的花园，对，院子里面种了这个大马士革玫瑰。你觉得女生适合什么样的场合跟衣着穿这一支嘞？我觉得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挥洒它，然后场合的话就是都还蛮 OK 的。我觉得休闲，然后或是吃饭啊，你说像在这种庭院，然后户外空间，这支都很棒。是，对，然后穿着我觉得洋装非常适合，然后是白色的衣服，白色衣服，对 ，OK，都蛮适合的。我觉得男生也很可以我觉得男生很可以，而且他给人家，如果男生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会干干净净的，然后讲话是温文儒雅的，那慢条斯理的，相当有逻辑的，他的谈话会是这样子的，那衣着我觉得就是简单素面的衣服就都蛮不错的，不管是牛仔裤或者是卡其裤，这个都非常 OK，就是像我穿短裤也是很可以这样。对，因为我觉得它这次的味道是那种就是很简单干净的玫瑰的味道呈现，所以其实它应该还蛮适合在任何场合跟衣着，我觉得都蛮适合的。对，那我觉得用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你今天要去室外、户外或者室内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室外这一支最怕的是先进系列，因为它闻起来都是悠悠淡淡的，对，很怕一般人家会认为说事实上它持香不好，可是我觉得是看味道。对，那这一支我就觉得它不会输它不会让你觉得太淡雅，出去自己回来闻不会。我觉得如果你去跟异性对象去逛花园的时候，我就喷这一支。也蛮迷人的，对，还蛮迷人的味道。事实上，花园不尽然都闻得到花的味道，对。可是你去逛花园的时候，你喷了这支，你就觉得置身在花园，对，对不对？舒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场景，它让你把这个场景又更拉出来了，对，就带出那种场景的氛围感的一个香气，是，好。那如果是看电影啦，或者是室内，我觉得也非常棒，也不会很对，因为也不会到很强，对，也不会说到太打扰别人的味道。对，就是我们看电影前面我知道有人是玫瑰的，不会，这个是 OK 的，大概旁边就是左边右边
再各加一个人，所以4个人的距离差不多这个范围了。对，大概是这样。这个范围 OK。好，那我们前调先这样，先跟薇姐到这里。对，我们待会晚一点再来跟你说补后调。好，拜拜。拜拜。Hello， 大马士革玫瑰回来了。大马士革也是最厉害的品种。好，赶快150梦回座位。很无用哎。现在后调怎么样？我觉得后调很好闻，对，而且都没有淡掉哦，味道还是一直持续。其实它持香度也不差呢。如果说，但可能没有到5、6小时那么久啦，但是我觉得它3、4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绝对可以的。对。那先赶快讲讲你的后调。后调，我觉得它就是它的那种绿感跟玫瑰的这个2种香气的结合蛮好的，对，就是蛮平衡的。它已经变成融合在一起一个圆了，这样子。对，就是它的味道就是有那种，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它的绿感跟这个，你说荔枝，我闻到的那种水感啊，然后甜感跟玫瑰这几个就分别这样，慢慢的就不同的变化出来。对，那它现在就是固定在这个有带一些绿感，然后带一些玫瑰的味道，然后2个结合的非常棒。那你知道后调在我身上怎么呈现？怎么样？我觉得玫瑰回家了。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这个玫瑰一开始是出去玩了嘛，出去玩了一整天，比较跳跃式的嘛，对，而且很鲜明的，就像说是在这个独栋独院的这个花园嘛，不管是下午茶或者咖啡厅，或者是院子这样子，它是一个室外的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现在后调却是玫瑰回家了，就回到家里，它带了一点燥感，然后又带了一点很像洗完澡，玫瑰花瓣浴洗完澡的这个感觉，就非常的轻柔、淡薄，可是玫瑰的香气还是持续的在输出，对，那它的透感一样，依然有这个透感，清透感，就一种水甜的感觉，对，不论是洗完澡，躺在床上，或者是说放松下来休息，坐在沙发上，越讲我越想睡觉，对，就是整个放轻松的玫瑰，对，我很喜欢它后面这个感觉，它就是完全 relaxing， 就是完全的放松。对，我觉得很喜欢香水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它各种不同味道可以带你到各种不同的情境去。对，你觉得即使说现在你可能这个时间也还没有到想睡觉时，但是你闻了之后，我就觉得很放松，然后就会很想睡觉这样子。对。那同样你看一个香气，可是对每一个人的情境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是。有些人香水会让他想到更多的以前经过的场景，走过的地方，对，那到过的环境，会有一些联想，对，那它也可以带给你一些想象的感觉，例如很多觉得就是想象我现在就是非常放松的坐在沙发上，对，就像我们有常会闻一些意大利风情的或是海边的那种味道啊，虽然说我们可能没有到那边，对，但是那个香味它是要呈现那个地方的那种感觉给你，我就觉得我们就可以借着香味去联想它要带给我们的感觉，那个地方原来是这种风情那样子，对，然后这支我觉得也是，就是你刚带到这样子的联想到这样子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贴切。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的话就多多旅行，因为旅行也会让你对香水，这一支香水，更能有视觉画面搭配它的想象，对，才会更看得出原来这一支味道的美好精髓在这里。是，哇，这一支玫瑰我觉得前调很棒，
但是我觉得后调比前调又更棒。对，放松的玫瑰。对，然后非常舒服的。是，OK。它又不会到很重，让你觉得说就是太甜啊，或是太玫瑰蓝太重都不会，不会，就是蛮刚好的。对，而且重点是它，你自己一定闻得到。就算你喷了大概4个小时，我觉得你自己一定闻得到。那但是你绝对不会去干扰到周边的人。那这个是就是自己喷了闻了也开心，那别人闻到了也会跟你一起开心。大概是很棒，还不错。那我们要来评分，来什么调性？玫瑰花香调。玫瑰花香调。对。好，0到10给几分？9分。我觉得，OK。它就是也是一支很实穿的香气。对。然后又可以带你到一个感觉那种有一个爱的氛围的气氛的那种环境中的那种香味。是。对。OK。然后又很不打扰人，然后又很舒服的一个味道。觉得表现得蛮棒的。OK。对。好，9分。那我自己本身我是挺喜欢花香调，那玫瑰当然是不在话下。是。那很多玫瑰我们这样闻下来，我觉得这一支玫瑰前调我很喜欢，前调我给它9.6分。然后分前后调给分。但是后调呢，我直接给它9.8分。9.8更高，所以后调你更喜欢。更喜欢，因为它就是一个放松，不论在沙发或者是在这个澡盆里面、洗澡盆里面，或者是在躺在床上，就是完全压力释放的玫瑰。是一个蛮清透、轻盈，对，可是却有给你支撑的感觉。因为你的压力，它可以帮你撑住啊。对，就是你可以把压力完全交给他。然后质感又很好，是不分男女生都可以使用。对。OK， 那所以9.6跟9.8。非常高分呢。好不好？希望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介绍，你会对这一支大马士革玫瑰有一些概念，更深层的认识。对，好吧。那今天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对，喜欢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现场来试香。对，那画面左上角跟右上角，一个是订阅，一个是推荐的下一支影片，好不好？多多帮我们订阅、分享一下。对，按赞，谢谢，拜拜，拜拜。这是不错，再来喷一下，噔。